我想先带你看一个画面。西元73年，西域大漠的边缘，一个年过40的汉朝使者勒住马，停在一望无际的黄沙面前。他的身后只有36个人，而他面前的西域城邦林立，语言不同，几十个国家各怀心思，背后还站着强大的匈奴骑兵。任何一个国王临时翻脸，这一小队人马就会死在离家万里的地方，连尸骨都运不回来。没有大军，没有后援，离最近的汉朝驻军隔着上千里的戈壁。换作是你，敢不敢往前走？可是接下来的30年，就是这个人从这36个人起家，纵横西域，让50多个国家重新归附汉朝，硬生生再次打通了思局之路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出发之前，他只是洛阳城里一个替官府抄写文书、按日领钱的小吏。他叫班超，他的故事连同那句你一定听过的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”，都记在一部伟大的史书里《后汉书》。今天20分钟，我带你打开这部书，看看东汉这个常常被忽略的朝代，到底藏着多少滚烫的灵魂，和多少句我们今天还挂在嘴边的话。能把这些故事留下来的，是一个生在300多年后的读书人。这部书叫《后汉书》，记的是东汉从建立到灭亡将近200年的历史，和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三国志》并称前4史，是中国2000年史书里公认的天花板。但写他的人不是汉朝人，他叫范晔，南朝宋的官员，出身名门，才气逼人，却一辈子仕途坎坷。西元432年，30多岁的范晔得罪了权贵，被点出京城。满腹才华无处可用，他索性把全部心力砸进一件大事里。当时市面上写东汉的史书已经有好几家，杂乱重复，良莠不齐。他要把它们全部融掉，重新制成一部真正配得上那个时代的史书。他三繁就简，字字锤炼，每一篇传记后面的评论都写得掷地有声。他对这部书自负到什么程度？他说自己笔下的那些篇章是天下之奇作。更难得的是他的眼光，他第一个在正史里替女性单独立传，也替隐士、文人和那些被迫害致死的读书人立传。在他笔下，历史不再只属于帝王将相。后人公认，这部书的文笔在所有正史里数1数2，许多篇章本身就是传世的文学名作。可惜书还没有全部完成，范晔就卷入一揪谋反案，被处死了。但他留下的90卷《后汉书》，足以让东汉这个朝代，连同那一张张倔强的面孔，永远活了下来。接下来，我们就走进这部书，从天下大乱的那一年讲起。故事要从一场席卷天下的大乱讲起。西汉末年，外戚王莽篡了汉家的皇位，建立新朝。他理想很高，改革很猛，却把天下越改越乱。币制乱了，田制乱了，再赶上连年天灾，赤地千里，活不下去的喜民揭竿而起，绿林、赤眉、烽火骚遍中原。就在这片大乱里，南阳一对没落的宗室兄弟也起兵了，哥哥刘演，弟弟叫刘秀。西元23年，王莽动了真火，派出号称100万，实打实也有42万的大军扑向中原，把刘秀他们这支义军堵在一座小城里昆阳。城里能站的只有8、9千人，众将吓得想各自逃命。平时谨慎低调的刘秀却站了出来，合兵还有一线生机，分散就是必死无疑。当天夜里，他带着13个骑兵冲出南门去搬救兵。《后汉书》还记下了诡异的天象：夜里有流星坠入王莽军的大营，白天又有云气向崩塌的山直压着军营砸下来，吓得敌军士兵趴伏在地。
几天后，刘秀带着几千援军回来了，他亲自率领3000敢死队，直扑敌军统帅的中军大营，奖斩主将王寻。城里守军趁势杀出，内外夹击，几十万大军瞬间崩盘。就在这时，会大雷锋，屋瓦皆飞，雨下如注。天上狂雷暴风，屋瓦满天乱飞，大雨像倒下来一样，河水暴涨，卒逃的士兵掉进河里，淹死的数以万计，尸体多到河水都流不动。以不到2万人正面击退42万大军，昆阳之战成了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传奇。几个月后，王莽政权土崩瓦解，而那个敢带13旗冲出重围的年轻人，将亲手开创一个新的时代。西元25年，刘秀称帝，定都洛阳，历史进入东汉，他就是汉光武帝。其实，在称帝之前，刘秀也跌到过谷底。他只身去河北招抚，遇上叛乱，被全境通泼，一路逃亡，连口热饭都吃不上。身边的宾客随从一个接一个悄悄溜走，最后只剩一个叫王霸的人死心塌地跟着。刘秀感慨地对他说：“颍川从我者皆是，而此独留。努力，疾风知劲草。风跳得越猛，越知道哪一棵草站得直，扛得住。”我们今天常说的疾风知劲草，就出自《后汉书》的这一幕。后来大将耿弇平定齐地，打下当年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的局面。刘秀又说出另一句千古名言：“有志者事竟成也。”夺回天下后，光武帝没有躺在功劳簿上，他释放奴婢，减轻田租，裁撤军队，让打了几十年仗的天下喘一口气，史称光武中兴。更难得的是他的气量。洛阳令董宣办案办到了皇帝亲姐姐胡杨公主头上，公主的家奴大白天杀了人，躲进公主府，官府不敢动。董宣等到公主出行，拦住车马，当场把那个家奴处决了。公主哭着告状，光武帝大怒，要把董宣当庭打死。董宣昂着头说：“陛下靠德行中兴汉室，如今却放任家奴杀害良民，还怎么治理天下？”说完，一头撞向殿柱，血流满面。光武帝转了念头，说：“只要你向公主磕头道歉，就既往不咎。”董宣硬是两手撑地，脖子挺得笔直，至死不肯低头。皇帝最后笑了，喊他强项令，硬脖子县令，还赏了30万钱。从此，洛阳的豪强贵气没人敢乱来。老百姓编了首歌谣：“伏鼓不宁董少平。”鸣冤的鼓再也不用敲响了，因为有董宣在。一个敢撞柱子的县令，一个容得下硬脖子的皇帝，这就是一个朝代最好的开局。东汉的开国群星里，有一位老将军，一个人活成了2个成语，他叫马援。马援年轻时在边塞放马，穷困潦倒，却常对身边的人说：“丈夫未至，穷当益健，老当益壮。”大丈夫立志，越是穷困，志气越要坚定；越是年老，心气越要旺盛。老当益壮这4个字，就是他喊出来的。后来他投奔刘秀，南征北战，受封伏波将军，年过60，还在替朝廷东奔西跑。有人献他歇歇了。当时匈奴、乌桓侵扰北方，马援请命出击，说出了那句让无数军人热血沸腾的话：“男儿要当死于边野，以马革裹尸还葬耳，何能卧床上，在儿女子手中携？”男子汉就该战死在边疆乘野，用马皮裹着尸体运回来下葬，怎么能躺在床上，死在妻子儿女的手里？西元48年，南方五溪蛮造反，朝廷军队接连吃败仗。
62岁的马援再次请战。光武帝心疼他年纪大了，不准。马援当着皇帝的面披甲上马，手按马鞍，回头顾盼，证明自己还能打。光武帝笑着感叹：“这老头真是精神矍铄啊！”成语“矍铄”也是从这一幕来的。于是老将军出征了。南方山高水险，瘴气弥漫，大军被困在湖头山下，疫病横行。第2年，马援病死在军中，到死都没有离开前线。他真的做到了自己说过的话：马革裹尸。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回到开头的那个人，班超。班超出身史学世家，父亲班彪，哥哥班固，妹妹班昭，一家人前仆后继写出了《汉书》。可是轮到班超，家里穷得揭不开桌，他只能进官府，靠抄写文书挣钱养母，一笔一笔抄得天昏地暗。有一天，他抄着抄着，突然把笔往地上一扔，长叹一声：“大丈夫无他志略，犹当效傅介子张骞，立功异域，以取封侯。”大丈夫就算没有别的本事谋略，也应该学傅介子张骞那样，到万里之外的异域建功立业，挣一个封侯，怎么能一辈子埋首在笔闲之间呢？周围的同事一听，全都笑他白日做梦。班超回了一句：“小子安知壮士志哉？你们这些小子哪里懂壮士的志向？”这就是成语“投笔从戎”的由来。那一年，没有人想到，这个被嘲笑的抄写员，后来真的封了侯。西元73年，朝廷派大军出击北匈奴，41岁的班超从军出征，第一次上战场就带兵立功，连见惯名将的主帅窦固都吃了一惊，于是派他带一支小小的使团出使西域。历史的大门就这样对着这个半路出家的中年人缓缓打开了。班超带着36个人出使西域，第一站到了鄯善国。国王一开始恭恭敬敬，没过几天态度突然冷淡下来。班超立刻警觉，一定是匈奴的使者也到了。一查果然，而且对方来了100多人。他把36个弟兄召集起来，说出了那句流传千古的话：不入虎穴，不得虎子。当天夜里，他们直扑匈奴营地，顺风纵火，前后夹击，一夜之间，匈奴使团全军覆没。天亮之后，鄯善举国震恐，当场决定归附汉朝，把王子送到洛阳当人质。你没听错，36个人全灭100多人的匈奴使团，扭转了一个国家的立场。我们今天说惯了的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”，在《后汉书》的原文里是更前脆的8个字：不入虎穴，不得虎子。再补一个细节，动手之前，班超故意不告诉同行的文官郭循，怕读书人胆小误事。事成之后，郭循脸色发白，班超立刻表态：这份功劳大家一起算。一句话把人心安住，撒出灸喉，当机立断，雷霆执行，事后分工。这一夜，班超把胆识和情商全部演了一遍。消息传回朝廷，皇帝大为赞赏，命班超继续出使。从这一夜起，那个抄书的小吏正式踏上了平定西域的万里长路。接下来的30年，班超用一支少得可怜的兵力，做成了一件近乎神话的事。朝廷给不了他大军，他就以夷制夷，每收复一个国家，就带上这个国家的兵去收复下一个。疏勒、于田、莎车、龟兹，他在西域的刀光剑影和合纵连横里，一步一步往前推。最险的一次，乐之出动7万大军翻过葱连来攻，班超兵力远远不及，却坚壁清野，伏击使者，断其粮道，硬是逼得7万大军请罪退兵。西元91年，朝廷正式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，驻守龟兹，总管西域。西元95年，皇帝下诏封班超为定远侯。当年那个赤鼻长叹以取封侯的抄书小吏，真的靠万里之外的军功封侯了。
鼎盛之时，西域50多个国家全部送来人质，归附汉朝，中断了半个多世纪的思举之路重新畅通。班超甚至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地方。西元97年，他派部下甘英出使大秦，也就是罗马帝国。甘英一路向西，穿过安西，走到了一片大海边上，再往前就是罗马的方向。安西的传人告诉他，这片海太凶险，渡海的人常常有去无回。甘英站在海边望了很久很久，最终回头。古代中国使者距离罗马最近的一次就停在那片海岸上，而班超自己也老了，在西域待了快30年后，年近70的他上书朝廷，只求一件事。信里有一句让人鼻酸的话：臣不敢望到酒泉郡，但愿升入玉门关。我不敢奢望回到酒泉，只求活着走进玉门关。西元102年8月，班超回到洛阳，9月病逝，享年71岁。从投笔到谢幕，他用后半生证明了一件事：一个人的志向可以比命运大得多。《后汉书》里不只有出鞘的刀，还有仰望星空的眼睛。这部正史专门为一位科学家立了传，张衡。张衡是南阳人，那个时代罕见的全才，写的一首天下传楚的文章，却偏偏一头栽进了天文和机械的世界。他2度执掌太史令，观测星空，记录下2500颗恒星。他造出浑天仪，用铜环和水力把整个天球的运转搬进了一间屋子里。他最传奇的发明在西元132年问世，后封地动仪。一座青铜坠成的大酒樽，外面盘着8条龙，对准8个方向，每条龙嘴里蜷着一颗铜丸，下面蹲着8只张着嘴的铜蟾蜍。哪个方向发生地震，哪个方向的龙嘴就会松开，铜丸叮啷一声落进蟾蜍嘴里。有一天，西北方向的龙嘴突然吐完，洛阳城里却没有任何震感。京师学者嫌怪其无震，京城的学者都笑他乱报。结果几天之后，李战快马飞报，雷西地震了，满朝这才黑服。《后汉书》给了他8个字的评价：验之以事，和气若神。拿事实一验证，精准的像神一样。更打动我的是张衡传里记下的他那句自白：不患位之不尊，而患德之不崇。不担心地位不够尊贵，只担心品德不够高尚。他多次拒绝升迁，安安静静做学问。一个朝代肯把正史的篇幅留给这样的人，他的精神世界比我们想象的辽阔得多。一个朝代的开头有多明亮，结尾就有多让人心碎。东汉中后期，皇帝一个比一个短命，继位的一个比一个年幼，朝政落进了外戚和宦官手里，轮流把持，卖官鬻爵，乌烟瘴气。但就在这样的黑暗里，《后汉书》记下了一群不肯弯腰的读书人。领头的叫陈蕃，他15岁时，自己住的院子杂草丛生，父亲的朋友问他：你怎么不飒扫庭院，迎接宾客？少年陈蕃回答：大丈夫处世，当扫除天下，安世一世乎？大丈夫活在世上，要扫除的是天下，扫一间屋子算什么？这句话他喊了一辈子，也做了一辈子。他和名士李英连同3万太学生公开抨击宦官乱政，天下读书人把他们当成偶像。宦官的反扑来得又快又狠，他们给这群人扣上党人的罪名，发动2次大搜捕，杀的杀，关的关，终身禁锢的禁锢，史称党锢之祸。70多岁的陈蕃带着80多个属官学生拔剑冲进宫门，当天被杀。名士范滂被通坡时，县令愿意丢官陪他一起逃，范滂不肯连累别人，自己走进监狱。赴死前，他与母亲阔别，母亲对他说：你能和李英度蜜齐名，死又有什么遗憾？
那一年，范滂33岁，把最有骨头的人杀光禁锢之后，这个朝廷就再也没有人替他撑腰了。西元184年，黄巾起义爆发，烽烟四起，群雄并起，天下滑进了三国的乱世。东汉195年落幕，但范晔在《后汉书》里专门为这群失败者立了一篇《党锢列传》，皇帝和宦官都成了灰，这些硬骨头的名字却被史书供奉到今天。好，20分钟到了，合上《后汉书》，我想把这部书送你的一课说给你听。你发现了吗？今天这一路讲下来的人，起点都低得惊人。刘秀起兵时是被42万大军围在小城里的偏将，马援年轻时是边塞上一个放马的穷汉，班超投笔那天是个抄书抄到手软的小吏，董宣不过是个县令，张衡只想守着他的星空，陈蕃和范滂更是连性命都没能保住。但他们身上有同一样东西，智，穷当益剑的智，投笔封侯的智，扫除天下的智。《后汉书》用一整个朝代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的，往往不是出身和起点，而是他敢不敢在被所有人嘲笑的时候回一句“小子安知壮士志在”，敢不敢在风险面前相信不入虎穴不得虎子，敢不敢在大势已去的时候依然把脖子挺直。时代会崩塌，王朝会落幕，可是这股志气和风骨2000年了，一直活在我们的语言里。老当益壮，疾风知劲草，有志者事竟成。每说一次，就是和那些滚烫的灵魂重逢一次。如果今天这趟东汉之旅让你有收靠，记得订阅这个频道。我每周都会用20分钟带你读完一本值得读一辈子的好书。下一集，我们要从金戈铁马的正史拐进一条温柔旖旎的巷子，读余淮的《板桥杂记》，看明朝末年秦淮河畔的繁华与沧桑。最后，在留言区告诉我，《后汉书》里这些人，投笔从戎的班超，马革裹尸的马援，宁死不低头的董宣，舍身赴义的范滂，哪一个最戳中你？为什么？我们下集见。